相信命运吗？你是相信命运会随着你的不同选择走向不同的结局，还是相信你无论做出什么选择，都将走向同一个命运终点？别丢下我！人脸兽太可怕了！别过来！糟了，前面是悬崖，没路能逃了，快躲起来！别发现我，千万不要跟来，千万不要跟！这就是鬼星吗？这新手试炼也太难了吧！都说使用转职材料后，只要在鬼星上存活5分钟，就能自动完成转职。但正常人在这儿，怕是1分钟都很难活下去吧？我叫江凯，现在正在这颗名为鬼星的星球上接受新手试炼。鬼星是50年前忽然出现在地球外的巨大星体。不过鬼星的出现，并没有引发什么引力灾难，让地球偏离轨道。但地球上的动植物，却在鬼星出现后，突然异化成了后来被称为兽神的怪物，在世界各地大肆破坏。前方出现兽神，不要惊慌，侧推攻击！不行了，我们的炮弹根本没有作用！救命啊！兽神是目前人类科技所不能抵抗，他们的出现直接把人类逼至存亡绝境。但在这绝望期间，幸存的人类竟然发现地球上出现了许多神奇的传送阵。人类只要通过传送阵，就能以数字形态传送至鬼星。人们来到鬼星后发现，这里是……天哪！鬼星似乎是一个超真实的数字世界。在这里，人类能转职成各种职业，每个人都拥有了数值、装备、技能，像游戏角色一样升级，获得强大属性。甚至还发现，要是在鬼星升级到一定程度后，就能把这股超现实的力量带回地球使用。届时现实世界的人们将变得和在鬼星上一样强大，甚至能以肉身对抗兽神。总之，目前的人类若想破除绝境活下去，就必须从鬼星上获得力量。不要！不要！而这些前仆后继前往鬼星的人，被称为探险者。不好，这里的幸存者就剩下我了。但现在我已经无路可逃了。难道我倾家荡产来这鬼星，就是来送死的吗？二哥，想去鬼星就去吧，我和大哥会努力为你凑齐费用的。你在这里要好好干，我可不会亏待你的。妹妹为了赚取我来鬼星的费用，年纪轻轻就受尽了苦楚，而大哥明明患上了肾衰竭，还在努力工作，说在2个月内凑不齐手术费用便会。可我现在不但没有完成转职，还只能白白浪费家人的积蓄，在这懦弱的等死吗？不，我已经快撑过5分钟了，与其在这坐以待毙，不如为了家人赌一把。马上就要完成了。要去那唯一能活下去的机会。让我完成转职吧！检测到您在鬼星存活5分钟，任务完成。由于您的行为与赌徒十分契合，恭喜您触发了100万分之1获得隐藏职业的概率。现您成功完成转职，祝贺您
成为光荣的隐藏职业。赌徒。什么情况？为什么坠崖后不但没受伤，之前的伤还全好了？叮咚！啊！天银及时转职成功，刷新了基础属性，相当于满血复活了。你就是与鬼系一同存在的 AI 智脑？可以这么说。恭喜您转职成功。下面我将给您介绍赌徒的职业天赋。天赋加倍，您得到的系统奖励或惩罚都将触发双倍效果，并有1%几率触发超级加倍效果。超级加倍触发时，奖惩将翻至10倍。因您在获得加倍天赋的同时触发了加倍天赋，因此职业天赋数量翻倍。您还将额外获得赌徒的第2天赋。什么？别人转职后只有1个天赋，我能有2个吗？是的，这是您的第2天赋效果。天赋超级暴击，您的暴击伤害修改为200倍，您的初始暴击几率为0.1%。下面为您展示当前属性。我的4项基础属性加起来有36点。正常人转职后总属性一般在20点左右，我怎么高达36？因为加倍天赋能把转职后奖励的属性点都翻倍哦。属性点也能翻吗？要这样的话，以后在鬼系上升级，正常人升1级加10点属性，而我翻倍加20，那我升1级，不是相当于别人升2级？第二个，暴击，正常人的暴击是2倍上限，可是200倍。虽然目前的暴击率只有1/1000，但要是能提升暴击率，那我以后的伤害会非常恐怖。太好了！这是刚才人脸说用的武器。之前我还只想着尽快转职，来鬼星为大哥赚到手术费。因为在鬼星上，就算职业再多，也比在地球上赚的多一些。但没想到，我竟意外触发了额外的转职能力，成为了隐藏的强力值。这么看来，或许我能很快为大哥赚到医药费，然后让家人都过上好生活。您已顺利完成转职，请在7天内尽快完成平安抵达圣药城的新手任务。不过，在新手试炼里完成转职，还只是第一步。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完成新手试炼的最大目标，在7天内抵达试炼区的地点——圣药城。救命啊！好熟悉的叫声，难道是？我的妈呀！救命啊！都别靠近我，我嘴怕折了。居然真是柱子，他被陆行蛇包围了。这蛇有剧毒，被咬一口人脸兽都会毙命，而且那有3条。柱子别怕，我来了！凯，你怎么在这儿？凯，你别管我，快走！这些蛇属性很高，而且有剧毒，我们一起的人是打不过的。别怕！什么？凯，你能杀陆行蛇？利用柱子吸引注意力，绕到蛇的后方攻击，果然有效。现在是后我被盯上了。完了呀，凯！这些蛇敏捷很高的。是。居然这都能躲过！转职后我属性翻倍，1级敏捷堪比2级。果然这些1级陆行蛇的敏捷都不如我。那么，柱子继续吸引他们的注意力。行。这我就是吸引下注意，真被凯全杀了呀！明明是攻击力低的敏捷之眼，居然有能秒杀1级怪的伤害。
看来这随便从人脸兽手里捡来的钢刺，碰巧是新手区里能增加攻击力的好装备，太幸运了。哇！传说新手只有被怪物杀的份儿，哪有新人杀怪啊？凯，你怎么做到的？我是运气好，转职成隐藏职业赌徒了。你不能告诉别人啊。哦，赌徒。虽然不懂是什么玩意儿，但我的职业也不赖。武徒，怪不得你能在3条蛇的围攻下扛这么久，这可是咱们圣耀国排名前5的职业啊！鬼星存在多少种职业，无人知晓。但所有探险者进入鬼星后，经历的第一件事便是转职。而转职成什么职业，正常是根据你在登陆鬼星前买好的转职材料决定。一般有钱人都是花几千万购买强力转职材料，这样来到鬼星，就能直接转职成强力职业。而穷人只能买最便宜的转职材料，便宜的转职材料只会带来战力极弱的职业，甚至是根本没有战斗力的废物职业。不过一个武徒转职材料要5000万，柱子，你哪来这么多钱？你不会借高利贷了吧？嘿嘿，哪有？说来话长，以后再细说。真的？那赶紧把这些蛇的尸体收了，据说尸体也能卖钱呢。在鬼星，很多打到的东西都能换钱，我也是想以此在鬼星赚钱，来回馈家人。而鬼星上尸体、装备之类的物品，会在掉落后变成卡片，以供收取贩卖。获得物品：陆行蛇的尸体。而且经过刚才一战来看，赌徒这职业似乎比武徒都强很多。那个，你们好。哇！谁？我叫苏暖暖，我一个人很难通过试炼，请问我能和你们组队吗？啊，是别的探险者呀。抱歉，我们自身都难保，再带上你，怕是……不要丢下我一个人，我职业是医生，我可以治疗你们。哦，要是碰上这种毒蛇，我也可以提取毒液，增加你们武器的攻击属性。求你们别丢下我。能奶能毒，好帅！医生吗？这也是10大高级职业之一，而且新手失恋似乎很需要治疗。刚才我若不是靠着转职回满血，怕是直接挂了。行吧，我叫江凯，他叫袁柱，一起组队去目的地吧。谢谢。哇，凯哥，你是因为好色所以才变卦的吗？我想扁你。这新一代的腕表真不错呀，能精准定位探险者在鬼星的位置。那是自然。现在市面上售卖的大部分腕表，除了可以用来探测鬼星的各个数据外，越是高级的腕表，功能也会越丰富。李教授，目前新人情况如何？我妹妹怎么样了？就目前新手试炼的腕表定位来看，已有很多新人被淘汰了。你妹妹苏暖暖，我查查，好像在和2个人组队。什么？她是胆子小找人组队了吗？我再三叮嘱过她，新人切忌组队，因为新手试炼里人数聚集的越多，引来怪物的可能性就越高啊！李教授，怎么样？查到暖暖的数据了吗？查到了，确实检测到苏暖暖身边出现2只人脸兽。糟了，一只人脸兽就可以屠杀新人，同时2只，暖暖几乎不可能有生还机会。鬼星上的死亡，虽说只是相当于我们在游戏里的角色死去一样，并不会对地球上的本体造成身体上的伤害。我亲眼看着那怪物一点一点把我吃掉。
怪物，跑啊，跑！鬼星上的转真实到极致的死亡体验，会给人造成重大的心理打击。我这就去接暖暖出来，做心理辅导。等等，暖暖她好像没死，什么？而且那2只人脸兽，好像都被他们击杀了。怎么可能？哎呀妈呀，那是啥玩意儿啊？那好像是人脸兽，快逃！不好，柱子他们敏捷没我高，必会被追上。柱子，你们先走。什么？开！走，这里我留下就行。这样被追下去，3人都得死，只能我留下来，看能不能击杀人脸兽了。接住！刺住了！不行，人脸兽的生命值似乎很高，我还没法一击致命。你要被杀了吗？我的新手试炼要结束了。开！柱子，他有危险，我们回去救他吧。我。哎呦，您就是给柱子误图转职材料的恩人嘛？也不知道您为啥看好我家柱子。他看起来是人高马大，其实胆子小得很呐。他要是在鬼星碰上怪物，肯定连战斗都不敢呢。是，原著母亲。您孩子面对危险时，是比常人恐惧。但我发现他有时尽管再害怕，可只要看到有人需要帮助，他就绝不会怯战离开。滚蛋！凯，你因为我胆子小，就把我当外人保护了吗？我们是兄弟，兄弟就是要走一起走，要死一起死！呀！柱子能一击打倒人脸兽，虽然造成的伤害很低，但这就是我图的控制力吗？这是。凯，坚持住！苏暖暖，你回来做什么？你不是战斗职业呀！我不走，医生离介绍员，就算再害怕也不能走。当年我父亲就是在地狱兽潮中，因为失去医疗支援，突然牺牲。现在我的队员也需要支援，我怎么能丢下你们逃走？我的伤好了。你们还真是不怕死啊！现在就算是3人一起，伤害也不够杀死人脸兽。等等，要是碰上这种毒蛇，我也可以提取毒液，增加你们武器的攻击属性。暖暖，你之前说过能提取蛇毒是吧？是的。那你能做到一边给柱子治疗，一边给我的武器附上蛇毒吗？不知道，但我尽量。只能这样了。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个方法或许能赢。熊精灵扛不住人脸兽的伤害，但柱子可以。呀！虽然我的攻击不足以击杀人脸兽，但暖暖是能加攻的治疗。这么看，我们3人明显就是游戏中标准的盾奶输出的战斗组合。这就完成了。这就完成了。是的，新人实力弱又怎样？柱子，给我控住一只人脸兽。没问题。希望我们3人凝聚成一个团队，上死吧！星神。
兽一只，目前经验为5点。什？成功了！团队配合果然有效，现在就算是再来一只，我们也能完美击败。什么？传来的腕表数据显示，他们真的击杀了2只人脸兽。1只人脸兽就能屠杀1群新人，他们3个是怎么做到的？确实，据腕表数据显示，暖暖目前是没有击杀能力的，他队伍里的5徒1级伤害也很低。这么看，击杀者只可能是队伍里叫江凯的人。可是目前奇怪的是，查不到他的职业。查不到职业？怎么可能？击杀2只人脸兽，还查不到职业？这新人到底是什么人物？玩家江凯收集2级人脸兽尸体乘2。成功了，我们成功了！哈哈哈！没想到凯哥还能急中生智，太帅了！现在我们有对抗人脸兽的实力，应该能稳稳的到达试炼终点了。是啊，都可以直接去终点结束试炼了。不急，目前到终点圣药城的时间还很充裕，我们先不急着去。啊？别担心，你们知道通过试炼后会计算积分，若能在积分榜上排前3，军方会奖励装备的。据说军方奖励的装备很不错，对新人在鬼星的发展帮助很大。现在我们有了杀怪的实力，而杀怪能兑换积分，积分多了就有希望上榜前3。所以，我们为什么不先去刷怪赚积分，然后把军方的奖励拿下呢？你这方法真的能刷积分吗？虽然我一点都不怕，但你让我引这么多陆行蛇，我会不会人先没了呀？柱子大胆点，你可是5徒，特点是能打能扛，而且还有暖暖能随时治疗我们，就放心去干吧。杀我们没那么容易。击杀3条低级陆行蛇，目前经验值为10点。因为鬼星上的规则是只有击杀者才能拿到猎物的经验，又因为目前只有我有击杀怪物的能力，所以大家决定先让我单吃经验，好让我先升级，以增强实力。这样才能最大化保证队伍的安全。恭喜探险者江凯经验达到100点，等级提升至2级，并触发加倍效果，升级后获得双倍属性点。杀了1天的陆行蛇，终于升到2级了。江凯，恭喜你终于升级了！快说说，升级后属性都变了啥？我升级加了20属性点，目前2级，总属性56点，还算凑合。多少？多少？我知道升级只会提升力量、体质、敏捷、精神4项属性，但正常人升级就加10属性点，你竟然能加20！而且2级总属性56点，好像都能和4级媲美了吧？好恐怖的强度！这没什么，职业特性而已。我的职业能把升级之类的奖励翻倍，但要碰上惩罚，也可能会翻倍的。你们记得帮我保密。虽然不是很明白，但感觉这职业很厉害的样子。可恶啊！这么一比，我的5徒都不香了。叮咚，玩家升至2级将获得一个职业技能，但因触发赌徒职业天赋加倍，您将获得2个。啊，升2级会得到的职业技能也能翻吗？那么我现在有2个职业技能。啊！你技能还能翻倍！哇，好强！是的，您的职业技能1是鬼手飞牌，投掷物品时附带20%穿透效果，投掷卡片类物品时，物品卡除外，穿透效果提升200%。
但精神力消耗提升100%，技能可升级。职业技能2是鬼眼专注，鬼眼专注可视范围和目光追踪力提升50%，使用时精神力消耗提升100%，技能可升级。是2个远程型技能吗？虽然还不懂怎么使用，但看来赌徒是远程输出职业，还挺适合我。好，我现在更强了，我们可以去刷经验值更高的怪了。让这小子装起来了。苏教官，又过2天了，没想到你妹妹居然还幸存着。是吗？新人组队还能存活，看来那个叫江凯的还有些实力。负责新手区的同志注意，新手试炼马上有危险了，请立即警戒起来。什么？长官，上头检测到辽国这次又派了偷渡者入侵我国新手区，并且还是罕见的大规模入侵，你们必须抓紧做好应对准备。大规模的偷渡者入侵，真的吗，魏老？是假的，我也不会来这儿啊。糟了，来自辽国的偷渡者可是专门虐杀他国新手，并以此阻碍他国发展的特殊职业。因为鬼星新手试炼的规则是高级玩家不能进入新手试炼区帮助新人，所以新人都只能靠自己通过试炼。加油！我们会努力的。但辽国的专属职业偷渡者不同，他们可以依靠偷渡者的职业特性潜入他国新手区，并且别国都无法反制。不要！杀了他！而且偷渡者会使用残忍的手段去虐杀他国新人，给予极其恐怖的死亡体验。不！就算杀了我也不要再去鬼星了。他们的目的是让被折磨的新人恐惧登陆鬼星，从而大幅遏制他国的新探险者数量。可恶！暖暖他承受能力那么差，一旦碰上那帮畜生，做好新人的心理疏导准备吧。偷渡者罕见的大规模入侵已经发生，所以对于这次新手试炼呢，咱们先做好无人生还的准备吧。那边怎么了？那边有东西。啊，凯，你干嘛呀？那边我们刚刚走过。明明什么都没有啊！在更远的那头，东西。中了，过去看看。明明啥都看不见啊，凯不会是魔怔了吧？或者把你们剥皮后引来人脸兽，把你们慢慢舔舐而死。总之，这次上头的目标只有一个。这个人是，就是要你们圣耀的所有新人，都无法通过试炼。凯，这些人我知道，他们好像是专门虐杀新人的偷渡者。什么？我还探测出，他们等级都在3级以上，其中最高的甚至有5级。人多就算了，居然还有5级探险者吗？我现在的总属性，顶多和4级探险者对抗，但是想要对付5级，除非我能。兄弟们，开始享受吧！可恶，只能那么做了。柱子，暖暖，你们俩一队，我们先暂时分头逃跑。好。哎呀，这么快就大难临头，各自飞了。圣耀人都这么怂吗？过去2个人把那单独逃走的怂货杀了，剩下2人留给我们大部队，慢慢折磨。是。这小子跑挺快呀！他马上要被追上
上喽！那小子人呢？嘿嘿，小子，你是要跟我们玩捉迷藏吗？好兴奋呐！让我们找到，先把你的腿砍断喽！来了，这小子还想反抗？那垃圾新人的攻击，我随随便便就能防下。喂，你人怎么飞了？你没事吧？啊！这怎么可能？怎么会这样？这怎么可能？哼，一击就死，这就是偷渡者吗？好像也没想象中强。是圣耀新人吗？怎么能杀我3级队友？等级2级，力量小于等于10，体质大于等于10，敏捷小于等于20，精神力小于等于20，防御0，暴击率不明，暴击伤害不明。什么？3级总属性才45点，这新人总属性在60点左右，这怎么可能？不可能！居然真的成功了！我看你4级探险者的总属性，果然能击杀3级的偷渡者。刚才我提出分开逃跑，就是为了吸引少量偷渡者，方便我击杀。因为我现在距离3级还差一点经验，据之前在地球上了解到的，只要我击杀了探险者，就能。你成功击杀探险者。一个五毒，一个医生，呵呵，没想到一来就碰上2个圣耀的骑士。如此优质的职业，咱们可得好好折磨死他们呀！不是击杀的偷渡者，确实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连升2级。不太对吧？暖暖是非战斗职业，但五图前期伤害也不高。难道偷渡者都是那江凯打残的？这也太夸张了！哼，我直觉告诉我，肯定就是那个江凯，但他等级职业不明，这怎么回事？我查到江凯信息不明的原因了。探险者去鬼星都需要一个腕表，用来在鬼星上探查必要信息。而江凯用的是最老款的初代腕表，初代腕表的服务器早在10几年前就停止维护，不再更新数据了，所以我们很难查到他的信息。什么？都这个年代了，居然还有人用初代的老古董腕表？哼，有意思。去给我搜集这个江凯全部的现实资料，我要看看这小子是什么人物。是。厉害呀！没想到我还真的靠升级满血复活了。没想到我也。而且我还获得了职业技能探地践踏，现在我可以击飞附近的敌人了。我也激活了职业技能医者仁心，现在我的治疗能力更强了。不愧是五图和医生的职业技能，一点都不花里胡哨，很实用。哎，可我现在都比你高1级了，接下来我会不会也能像你一样虐偷渡者了呀？想什么呢？你以为3级就能虐偷渡者啊？我现在都4级了，你们看我属性。哇塞，你小子啥时候升4了？刚才不还是2级吗？哇，而且总属性96点，都相当于8级探险者了。刚才我逃跑时杀了2个偷渡者升3，回到这儿又杀了5个，还杀了个5级的，所以就升4级了。他怎么又逼我装啊？我受不了了！凯，那下一步我们要怎么做呢？下一步，我之前听到那个队长说，他们是偷渡者2队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去猎杀偷渡者1队吧。啊！哪来的国际笑话？2队能被几个新人灭队，我做梦都不敢这么想。就是，他们要不退休吧？别掉以轻心，
既然说了这事儿，就不是空穴来风，我们也得提防着点了。防啥呀？新手区封顶也就5级，而咱们队都是5级，在这里就是神挡杀神，佛挡杀佛，就是。不是吧，凯？你确定要打9个5级偷渡者？要不我们还是走吧。别怕，以我现在的属性，就算杀不了他们，保护你们撤离也是没问题的。况且，我们不杀他们，他们就会对我们国家的其他新人下手。喂，你！所以，与其被动防御，不如先下手为强。小心，有人！检测到了，是个4级的新人。4级，新人到了这个地方能活着就不错了，哪儿能升级呀？这没准就是那灭2队的人。哼，不错，这可是一个重大发现。所有人，控制警戒队形追上去，拿下他就是大进攻。不好，偷渡者居然还知道保持队形吗？之前我们定的计划是我先诱敌，等柱子找机会用旱地践踏击飞所有人，我再抓住偷渡者们被击飞的间隙，将他们都杀掉。可现在偷渡者队伍拉得太长，柱子如果能一下击飞所有人，这样最后但凡留下几个偷渡者，都可能会被他们逃走。不过就算如此，也不是没想好对策，只是想要把偷渡者全消灭干净的话，可能需要我赌上些血本来引诱呢。啊，这小子怎么往回跑了？往哪儿跑呢？你小子是吓得慌不择路了吗？你老子清醒点！哟，还能跑？不行，还不够劲，扒了他的皮！聚集的不够劲。搞什么呢？我们都是5级，自己小子能躲过我们的所有攻击。搞什么呢？我们都是5级，这4级小子怎么能躲过我们的所有攻击？不对劲，队长。刚开始探测时间太短，没查清他的属性。但刚才我一直通过高级腕表检测他，我发现虽然他的总属性我还查不清楚，但现在我能查到他的敏捷，我在30点左右。什么？30点敏捷？你看错了吧？我5级敏捷还不到20点。要是他敏捷跟我这么多，那我怎么可能砍得到他？不对，腕表很难出错。如果那小子真有这么高的敏捷，那他不就是假装被我们追到的？不好，我们中计了，快撤！什么？一帮二傻子终于发现了你，但现在你们的队形都被我骗在了一团。这时候想跑，已经晚了。太易见他。干得漂亮，柱子。接下来，交给我了。一次性解决。天哪！9个5级一下全灭了！凯，你什么变态呀？探险者江凯击杀5名5级偷渡者，一共掠夺2000经验。探险者江凯在新手区经验达到封顶，升至新手区最高等级5级。终于5级了吗？击杀的探险者每高1级，可掠夺的经验就翻1倍。一个5级探险者就能掠夺400经验了。哇，凯，你5级了！听说5级在新手区是封顶了。天哪，你这就封顶了？没什么，探险者杀探险者，经验高嘛。我还留了4个残血偷渡者，你们快补刀掠夺经验吧。好的。凯，那接下来做啥？之前为提升战力，都是我先刷怪拿积分升级，现在我刷够了，接下来就换我带你们刷怪拿积分了。等你们也拿够积分后，就是时候去终点了。好的。接下来也终于轮到我刷怪了。大家注意，这里接近终点，应该能刷很多积分。不过越靠近终点，怪物越可怕，甚至有新手区 BOSS 出现，我们一定要小心。
他们身上好多咬伤，是被什么东西咬死了吗？刚才我远远的看到了这道金光，不是有什么金色生物杀了2只人脸兽。金色生物？什么生物能搞死2只人脸兽啊？那玩意儿不会奔着我们来了吧？什么东西？金色，是金色生物！这玩意儿真的盯上我们了！开，小心！开，当心！那东西伤害很高，会咬人，小心被咬！太可怕了！什么情况？什么？这么快的东西居然被凯雷手抓住了！啊？你们觉得这东西很快？这不就是一只肥肥的胖老鼠吗？混蛋！你骂谁又慢又肥呢？被你抓住不过是本属的失误。哼，这小老鼠好像不服气呢。那我再放开你试试。弟弟，再教教我！弟弟！凯，你叫他放手干嘛呀？那可是咬死2只人脸兽的。没事，它对我来说太慢了。凯，这么快的吗？好厉害！这老鼠好像被我抓服了，都不逃了。天哪，凯，你这是靠手速捉了只宠物吗？也不知道这老鼠能不能驯服当战力，但能白捡2具人脸兽尸体，还是很赚的。你俩差点经验就生4了，咱们快把尸体收了，去刷怪，争取试炼结束前，让你们都升到5级。小叔叔好可爱。感觉跟凯一比，我这武徒好像啥也不是啊。到了，终于到了！这么多天，终于走到了新手试炼区的终点。这位新人，恭喜你通过试炼。我们是新人接引团，欢迎你正式成为鬼星的一位探险者。但可惜，在你之前已经有人拿下第1了，不过名次不重要。新人能通过试炼就很不错了。长官，我确实不是第1个到这儿的，但你凭什么以为我就不是第1名了？啊？什么？排名可是按积分算的，有这么多怪物尸体卡，可是能换很多积分呢。你一个新人能杀那么多怪物？废话，我可是皇家2少爷，未来玄武工会的高层。我来鬼星前就已经特训过了。什么？是坐拥玄武工会的皇家吗？玄武工会可是圣耀10大工会之一，是大家族的话就不奇怪了。那恭喜你，从积分看，你现在不仅是这次江中城区域试炼的第1，甚至还能进入整个圣耀国的前10名。好，今天我黄伟就把话放这儿了。拿下试炼第1，不过是我作为新人的第1步。接下来，只要再给我些时间，整个鬼星必将是属于我黄伟的时代。奇怪，按道理，越接近终点，怪物会越多，但我们走了半天，怎么一只怪物都碰不上？总不会是被这老鼠吓走了吧？怎么可能？叔叔明明这么可爱。什么动静？这是无影狼。糟了，那是试炼区 BOSS 无影狼王，
原来我们是闯入了他的领地了。我们被包围了。凯，我听说狼王是新手区从未被击杀过的最强生物，碰上的人都死了，现在该怎么办？怎么办？这儿的狼群数量太多，我一个人还有可能逃走，可柱子他们肯定跑不过，那就只能拼死一搏了。柱子，暖暖，我们跑不了了，只有杀了狼王才可能突围，快一起配合击杀狼王！啊，好！看我的！旱地践踏！混得漂亮，柱子！暖暖，趁现在给我的武器附加陆行生毒素。是。接下来看我的！毫发无伤。这什么？没能击穿狼王的防御？他们来了！不好！狼王指挥狼群发动总攻了！看，合攻狼王也没用，还有别的办法吗？不行，狼王防御太强了，现在狼群围上来我也杀不完。谁打扰我睡觉？吵死了！都给我安静！那只老鼠咬开了狼王的皮毛，鬼眼专注，这老鼠居然把 BOSS 咬出了一道伤口，太好了！刚才是因为狼王防御太高，才导致我攻击失败。但如果狼王的皮毛被破开的话，只要往伤口攻击，狼王的防御就会失效。还有效果！现在只要继续练鬼眼专注，对着伤口攻击，就一定能。什么？他一击就击杀了无影狼狼王！什么？他一击就击杀了无影狼狼王！我恭喜探险者江凯击败试炼区 BOSS 无影狼王。这，我本还想着打持久战，结果刚才那一击，居然触发200倍暴击。也是，刷怪这么久，都没暴击过一次，到现在爆一次，也算正常。凯，快看，狼群好像要跑了。柱子，暖暖，你们还能打吗？能。那就好。现在没了狼王指挥，这群狼不过是待宰的羔羊而已。想想他们刚才是怎么对付我们的，别放过他们。哈哈，打完了！哇，没想到我们成功解决新手区 BOSS 了。我们好厉害！刚才我留下了很多残血无影狼，你们都赶紧补到赚积分吧。那接下来呢？现在我们有这么多积分到手，接下来当然是去终点了。哈哈，这就是我们圣耀国在鬼星上的领地吗？哇，好宏伟！当然，圣耀城可是圣耀国的人在鬼星的最大活动基地。凯，那叔叔跑了。没事，这是那小家伙的自由。要是有缘，我们没准还会再见呢。哇，这接待大厅可真大呀，好多人呐！恭喜通过试炼，我是新人接引官小涛，现在所有通关新人都在这儿了。长官，我能看看通关试炼的新人排名吗？当然，我。好巧啊！
没想到给我家打工的小喽啰也来参加试炼了，不如我来给你看排名吧。没想到黄伟这家伙居然早就来了。哟，哥们儿可是第一，而你们也完美的包下了第一，不过是倒数的。看看这帮废物，这成绩也好意思问？都是一分都没有的废人。我妹妹为了给我攒钱来鬼星，就在黄伟家打工，而这人渣居然多次想要骚扰我妹妹，而且黄伟也经常拿我哥生病来羞辱我。你哥是病秧子，你是废物。黄伟，我劝你嘴巴干净点。没事的，柱子。不好意思各位，恐怕黄伟说的排名马上就要重排了，因为前3要被我们3人包了。他刚刚说什么？发什么神经呢？3个倒数要包前3，靠嘴吗？是啊，该做心理辅导了。3个傻子。柱子，暖暖，我们不装了。嘿嘿，就等你这句话呢。那就摊牌吧。什么？这怎么可能？这么多怪物尸体卡，不仅有人脸兽，还有这么多无影狼！不会吧？这不可能！我还看到了无影狼王！开什么玩笑？你个废物，击杀这么多怪物，甚至有无影狼王，这怎么可能？哼，是不是真的？排名会告诉你。快看，排名真的被更新了！啊，这么说，他们的积分居然真的属实？怎么可能？而且他们真的拿下了前3。啊！你以为这就完了？长官，请问击杀偷渡者能算进积分里吗？这是 L 国偷渡者的腕表。什么？偷渡者？他们露馅了！新人怎么可能击杀偷渡者？还是一帮骗子！他们露馅了！新人怎么可能击杀偷渡者？还是一帮骗子！而且这次试炼还有什么偷渡者？各位，你们有看到偷渡者吗？没有，完全没看到。官您看，众人作证，除了他们，根本没有其他人看到过偷渡者，一定在造假。取消他们的成绩，严查他们。处理，严肃处理！快严惩这帮骗子！各位放心，偷渡者出现了，确实是事实，只是还没来得及告诉大家而已。什么？一开始我听见这消息也很意外，但上头让我亲自来嘉奖江凯3人，就说明是千真万确了。什么？那是江中城副手卢俊，这种大人物都来了，那他们杀了偷渡者，居然是真的！江凯，军方为了奖励你们解决了偷渡者危机，决定破格提升你们的装备奖励了。什么？原本第2名、第3名的奖励由 B 改为 A 级，而第1名江凯的奖励则由 A 级改成 S 级。真的吗？是吗？太好了！谢谢。什么？奖励居然提升到了 A 级和 S 级？开局就有这么好的装备吗？江凯的鬼星小课堂开课。目前鬼星的装备分为 S 到 F 品质 ，F 为最差的品质 ，S 则是极品。一般 B、C 级品质装备就已经很不错了，而更稀有的 A 级和 S 级，则是每个探险者都梦寐以求的装备。可恶！江凯得到 S 级奖励就算了，还敢把我从榜首挤到第4，不公平！这成绩一定有问题。江凯一家人都是下等人，
下等人凭什么比得过我？王伟，军方都来证明了，还不够吗？还有，我警告你，别侮辱我的家人。什么？老子有说错吗？你家不就是低等的贱民吗？王伟，哥是病秧子，妹妹就是个洗碗的，也就是被我按在墙角打得杂碎。今天居然敢骑到我头上！要知道你那女仆妹妹还在我家打工呢，你敢惹火老子，放心，我哪天把她……我警告过你，啊！别侮辱我家人！什么？开！王伟，出手了！王伟可是来自坐拥全国10大工会之一玄武工会的皇家呀！这江凯敢对他动手？江凯，你敢对我出手？知道你会面对什么吗？你都放话要对我家人出手了，我还会管你是谁？在这末世，家人对于我而言可是最重要的。江凯，不要冲动，让他去，我想看看他到底会做些什么。只要有人敢动他们，无论是谁，我都一定会出手，而且还会下死手。探险者江凯成功击杀1级探险者黄伟，可掠夺6点经验，是否选择掠夺？才6点经验可以掠夺，大家族就这么穷？什么？他居然敢杀皇家少爷！虽然鬼星上被杀，现实中不会死，但皇家的玄武工会可是一方巨秦呐！不错，这小子虽然莽撞了些，但军人就该有这种血性。不愧是上头指定想见的人。各位，刚才是黄伟先动手挑衅，江凯是自卫反击，这事就先告一段落。江凯，你们3个跟我走吧，我带你们去领奖励。啊，是，多谢长官。天哪，凯，你刚才帅爆了！很霸气呢。久等了，这就是军方破格奖励你们的装备，快打开看看吧。谢谢。嘿嘿。久等了，这就是军方破格奖励你们的装备，快打开看看吧。谢谢。嘿嘿。哇，是生命玉石，这可是医生职业初期梦寐以求的装备。生命玉石可增加体质、精神各15点，并对治疗和制药有加成效果，很不错。哈哈，快看，我的是皮甲，好帅啊！黑岩犀皮甲可增加防御力量各16点，还能降低16%的伤害，是攻守兼备的优质装备。哈哈，我这也太实用了。凯，你的也快打开看看吧。好，这是未鉴定装备，需鉴定。居然是要鉴定卡才能看的装备。哇，需要鉴定卡，那一定很不错吧？是的，品质好点的装备一般都需要鉴定卡鉴定，我正好有几张可以帮你们鉴定。9节追命 S 级武器，提升9点力量、9点穿透力、9点敏捷，特殊效果，每使用1把追命，暴击率和暴击伤害将提升10%，最高提升90%。触发暴击后，所有追命的加成效果将被重置。居然是暴击类武器吗？新人攻击力低，就算暴击了伤害也不高，再加上加的属性也不是很多，这 S 级似乎都不如 A 级呢。啊，长官，这就有点坑我兄弟了吧？那么卢长官，派的装备能换吗？很麻烦，但我可以帮你申请试试。不，
不用换，我就要这个。啊？这装备哪是坑我呀？这分明是最适合我的极品装备。要知道，如今我的暴击伤害可不是常人的2倍，而是200倍。只要暴击，就算是无影狼王也挡不住。但可惜我暴击率极低，要是碰上强敌，估计没打出暴击就死了，很难有用武之地。但9节追命，每把打出都至少能加10%的暴击率，第9把打出甚至能加到90%，几乎是必定暴击。这装备甚至可以说是赌徒完美的专属神器。行，江凯喜欢就不换了。然后你们试炼过了，想回地球的话就可以回了。只是，江凯，我要特别提醒你一下，接下来可能有人会去找你。我这边劝你回家时最好小心一点。啊？没想到这么顺利的通过了新手试炼，不知道大哥他们知道后会是什么反应？我们这儿怎么来了这种级别的豪车？是谁发达了吗？算了，和我也没关系。大哥，英子，我回来了，猜。啊，你？哟，等了半天，终于有人回来了。听说你小子今天在新手试炼里好威风。你是黄伟的哥哥黄达，你们想做什么？跪下！江凯，你知不知道我弟被你在鬼星上杀了，现在回来都被送去心理治疗了？要知道，只有我黄家欺负人，从没人敢欺负到我们黄家人头上。所以你能让黄伟1个月不能上线，我就能让你1辈子不上线。去死吧！啊！我要死了吗？什么人？江凯，我应该让人提醒过你，回家注意点吧。你怎么就没当回事呢？都别动，军方办事。啊？什么？是江中城军区的最高指挥官魏婴，这种大人物怎么来了？哼，我们是为了江凯来的。今天你们是惹了不该惹的人呢。这回是为江凯而来，怎么可能？啊！这小子究竟什么身份啊？什么？江中城最高指挥官这种大人物，会为了我？老实点。魏指挥，谢谢你们今天来救我，只是不知道你们为什么。别紧张，我们找你也是有目的的。这次新手试炼，你、袁柱和苏暖暖都表现优异。你知道，在你下线后，袁柱和苏暖暖已被邀请加入军方了吗？我们来此也是想邀请你的，毕竟你是新职业吧？江凯，你知道一个新职业的出现意味着什么吧？目前鬼星探险者的职业有很多，每个探险者每升20级都会面临1次转职。其中每次转职，探险者的属性、技能都会发生变化，有些会变得更强，有些则会变得更弱。目前很多职业转职到后期就基本没用了，所以为了找出更强的战力，军方也一直在发掘新的职业。而你拥有的，目前看起来就是一个很强的新职业。所以江凯，你愿意以新职业的身份加入军方吗？你放心，我们没有强迫你的意思。
很抱歉，在来之前，我们已经调查过你家人的资料，知道你哥生病了。只要你现在答应加入军方，军方不但会保护你们一家，甚至连你哥的医药费都会全程担下。你去鬼星是为了你哥的医药费吧？你好好考虑一下，答应的话，明天就来军方报到吧。到时找我就行。抱歉，我拒绝加入军方。为什么？我知道加入军方是好事，但那是对于确定了未来发展会很强的职业而言，比如柱子的武徒和暖暖的医生。但我不一样，我可是新职业。记得当年酒鬼作为新职业出现时，不也受到了军方高度重视吗？当时军方大力援助酒鬼，酒鬼一时如日中天。但当军方发现酒鬼发展下去作用不大时，酒鬼不就被军方抛弃了？看看酒鬼的现状如何？而且我们兄妹三人在这棚户区相依为命10几年了，我们更习惯把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而不是寄托于他人的保护。可当前人类处于末世，你的新职业没准能为全人类带来巨大的改变。抱歉，我没那么伟大，我只想保护我的家人，安安全全的活下去。你，算了，我懂这小子意思了。10几年的人生遭遇养成的习惯，不是1、2天就能改变的。但是小子，要知道，你哥可没多少时间了，而且在这个末世里，单打独斗是行不通的。不如我们来打个赌吧。在接下来1个月内，军方依旧会保护你家不受皇家骚扰。如果你能在1个月内赚到你哥的手术费，证明自己有保护家人的实力，我就同意你拒绝加入军方。但若赚不到，军方就会承担你哥的医药费，助他续命。而届时，你也必须加入军方接受考察，如何？这……行，我答应。如今面临和军方的赌约，我必须快点回鬼星，给哥哥赚到手术费。而且再加上皇家的威胁，我们兄妹3人不能再住在这种地方了，必须搬到安保级别更高的区域去住，以保证安全。所以这次重回鬼星，任务繁重，下次我一定要带着足够的钱回来。通过新手试炼后，在鬼星的冒险就正式开始了。刚在交易区换了身行头，我也终于能在鬼星打怪赚钱了。通过新手试炼后，在鬼星的冒险就正式开始了。刚在交易区换了身行头，我也终于能在鬼星打怪赚钱了。不过新人想在鬼星上赚钱，就必须先加入一个工会，因为鬼星上怪物强大，单人去打怪基本必死，所以新人冒险者都必须加入工会组团打怪。毕竟工会就是一个大团队，只有跟团才能提高生存率。那么我就来看看有什么工会可以加入吧。您好，我要加入一个工会。不好意思，您是江凯吧？目前您一个工会也加入不了呀。啊？为什么？因为您得罪了皇家，您现在已被所有工会列入黑名单了哟。所以不出意外的话，您以后只能1人单挑鬼星了哟。什么？得罪了皇家，就没一个工会敢说我了吗？难道冒险还没开始就要结束了？这位客人，请问您是在为去哪个区域打怪而犯愁吗？我是算命先生，可为您算出最佳去处，一次只要100鬼星币哦。试试嘛，试试嘛。抱歉，我是无神论者。真的？
20、30，或者我给您免费分一罐，就当是开业酬宾也行啊。哦，免费啊，那就麻烦您了。我现在迷信还来得及吧？啊，免费就回来了吗？这人真抠啊！算了算了，就当熟练技能吧。天干地支，乾坤不命。客人，你现在处于危机之中，若不想被危机缠上，建议你去国王谷。危机，我确实处于被皇家盯上的危机中，只不过安全区内规定不能杀人，皇家还不好动我。目前新人首选冒险地都是1至10级的灰烬平原，但皇家大概率会派人在那杀我。而太平山道是15级以上探险者才会去的地方，目前我去了应该必死。至于国王谷，是10级以上的区域，以我目前的实力，去国王谷应该能勉强应付。皇家大概也没想过在那设伏。哼，行，既然皇家不让我加入工会，那我就单挑鬼星给他们看。国王谷，便是我的第一个目标。谢了，多谢指点。哎，等等，他怎么一个人去国王谷了？天哪，我说的是组团去啊！国王谷是什么地方？他一个新人去不是纯送死吗？算了，溜了溜了，不关我事，别回来给我差评就行。这就是国王谷了吗？也不知道这里的怪物强不强。哼，有动静！坚持住！这距离黑猿是11级的，咱们都是10级，拼命点应该能拿下，再加把劲！这就是探险者的团队战斗吗？好激烈，而且国王谷的怪物看起来好强，不知道我碰上的话能不能打过。啊，真来了！我只是想想而已，没那么巧吧？巨力黑猿等级12，评价危险。巨力黑猿等级13，评价危险。天剑小队击杀11级巨力黑猿。哈哈哈哈！终于赢了！我们太棒了！队长，我们4个10级打11级黑猿居然没减员，这战绩是不是能拿去吹了？当然，也不看看谁是队长。糟了，我这是闯入了他们的领地吗？队长，那边居然有一个人在和3只黑猿战斗，而且每只都比我们打的这只等级高。我们要去帮忙吗？蠢货，那人肯定是太逞强，一次性吸引到了3只，现在他1只也干不掉，我们去了也必死的，我们还是赶紧走。击杀12级巨力黑猿。哼 ，nice， 每打出1把追命，都能提升暴击率。打出去的第5把，终于触发了超级暴击了。击杀12级巨力黑猿。什么？我们拼了老命才击杀了一只11级的巨力黑猿，这小子居然一身就秒掉了一只12级的。下一只，击杀13级巨力黑猿。nice， 这次只靠1把追命加了10%暴击率，就触发超级暴击了。什么？又秒杀了一只？很好，现在就只剩1只了。这只14级的巨力黑猿是这附近最强的怪了，我不信他还能秒杀。现在只剩3把追命在手，但我精神力和体力也都快消耗完，马上要逃不动了。只能在被他抓到之前，尽可能的增大暴击概率。等我先杀死他！太好了，倾尽所有武器，真的让我赌出暴击了。击杀14级巨力黑猿。他真的把3只都杀了呀！
10几人以上的团队都很难连上3只巨力黑猿吧？这是什么人啊？没想到这的怪物也没想象中难打。现在一下就3张实体卡到手了，看来一个人刷怪好像也不难。大神！哎呀，完了！大神走了，碰上这种大神一定得攀关系啊！一开始是你们谁拦着不让我去帮大神的啊？真是悔死我了！不是队长你吗？我没看错吧？3-5图1士兵1衣裳，这是皇家玄武公会里赫赫有名的猎鹰小队吗？他们怎么会来新手区的灰烬平原？好强的样子啊！我们都变了灰烬平原，居然都没找到那个江凯。听说最后一个进过那江凯的人是你，赶紧告诉我们他在哪儿。要找他做什么？哼，这不是人尽皆知吗？江凯惹了皇家，我们是皇家派来报仇的。是吗？江凯去了国王谷，你们可以去那儿找他。行，但你要是敢骗我们，等我们回来你就死定了。猎鹰小队可是皇家20级冒险者里的顶尖小队啊！碰上这么强的队伍，那个叫江凯的绝对死定了。什么？最是没礼貌的人，但你先生可不会说实话。刚才我暗中给他们算了一卦，算出他们这次去找江凯的结果，大概率是死。很好，杀了16只巨力黑猿，终于升到6级了。据说1只巨力黑猿的尸体能卖不少，虽然刷起来很辛苦，但只要继续刷下去，哥哥的医药费就有着落了。喂，那边那小子想加入我们一起狩猎吗？这位朋友，有兴趣加入我们吗？你们是？我们这里有3队人马，在组团狩猎精英巨力黑猿。打赢了有精英宝箱可以分，怎么样？你加入吗？狩猎团队，但我没有队伍，我就一个人。没事，我们正巧就只需要1个人手。看到了吗？那边有4只精英巨力黑猿，他们守着的洞穴里就有精英宝箱，但4只精英黑猿太强，我们只有3支队伍，所以需要你去把其中1只黑猿引开。只要你能引开1只，再等我们3队分别解决剩下的3只，你回来就能一起分宝箱了。精英宝箱吗？据说精英宝箱里有许多好东西，比起怪物尸体可赚得多。我必须想办法拿下。但面对正常人必须组团才能打赢的强大精英怪，他们居然想让我一人独自引开1只，分明是没想让我活着回来，这样他们3队就能吃下4队才能打到宝箱。哼，不过我现在已经上了贼船，不答应怕也是走不了了。好啊，我同意。好，那就行动起来吧！大家注意好，1队1只。小哥，快干事！在呢。该死！不错，那小子真做到了。那么这样就少了1队分宝箱了，现在能安安稳稳的1队1只，都给我玩命杀！这也太算计人了！这精英黑猿的属性，怕是普通黑猿的几倍。换一个普通探险者来，早死了。不过，我可不是普通探险者。漂亮！没想到就算是精英黑猿，也扛不住我一次超级暴击。那么，
为了宝箱，接下来该轮到我利用它们。大神的加把劲儿，打完就能分宝箱了。没想到这么轻松就进来了，而且真的有宝箱，看起来应该能值很多钱。太好了，有了它，也不枉我方才独自引开那只15级的精英黑猿。等等，为什么突然感觉到一股恶寒？什么？洞里还有一只20级的精英黑猿，他们是战前没探测到吗？土元素精英巨力黑猿，等级20级，级别危险。他知道挡住出口的方向，那只能先战斗了。打到眼睛都无法造成伤害。土元素精英级巨力黑猿，23点防御，当前攻击无法穿透目标体表防御，无法造成伤害。追命穿透只有9点，打不穿23点防御，难道要和打狼王时一样，必须先穿透防御才能造成伤害吗？好痛！属性相差太多了，我不会是要死了吧？在鬼星上死亡会被惩罚，需要等1个月才能再次登陆鬼星。要是这样的话，那不就直接输了和未指挥的赌约？那我连带着哥哥和妹妹都得被迫依附于军方了。但是我现在好困，好困。喂，醒醒！喂，醒醒！千万别睡过去，要努力保持清醒。大哥哥一定会把你们从战场救出去的。什么呀？我怎么能想着睡过去呢？大哥当初在兽神战场都能拼死把我和妹妹救下，所以我又怎么能在这里倒下？击杀20级土属性精英巨力黑猿。成功了。虽然土元素黑猿体表防御高，但他口腔内的防御不高。只要攻击他的口腔内部，就无需穿透防御，就像当初先破皮再击杀狼王一样。那么精英宝箱就归我了。哈哈，我们赢了！多亏那小子引走了一只，不然我们得被全灭。哼，但那小子肯定是死了。好事啊！那小子死了，我们还能少1个人参与分宝箱呢。走吧，宝箱可都在里面等着我们呢。哈哈，这回咱们赚大了呀！怎么回事？宝箱呢？精英宝箱怎么没了？老大，我刚想起来，刚在战斗时，我好像看见那小子偷摸进山洞了。什么？你为什么不早说？我以为当时是我看花眼了，因为我不认为他能活下来。什么？队长，那我们岂不是白打？为了这次，我们可是忙活了几天呢。您看，虽然没打到宝箱，但您是不是还得给我们发工资啊？您可还欠我几个月工资呢。原来到最后，是我们被那小子算计了吗？
到这应该就甩开那帮人了。那么，再看看金银宝箱里有什么吧。啊！哇，太棒了！居然有这么多矿石，而且还有装备。装备和矿石在鬼星的价值，可比怪兽尸体大太多。这下发财了！还有一个装备，这手套是什么装备？攻击类的吗？戴上试试。戴上后感觉身体轻便了，而且更有力了。难道是增加敏捷和力量的装备？改攻击试试。短刺上出现了普通的火焰，原来是给武器附着普通火焰的装备吗？在鬼星，火焰有很多种，特殊的火焰能在战斗中给对手造成高额伤害，而普通火焰伤害很低，几乎不能拿来战斗，只能用来做照明或空中使用。普通火焰，给我挠痒！难不成这玩意儿以后只能拿来做烧烤了？这真是4只基因级土属性黑猿！糟了，这是恰好被我用来试手套的攻击给打中了吗？刚才对付1只土属性黑猿都陷入苦战，现在一下4只，这像干掉之前那只那样，专门攻击他们的嘴巴了。无法穿透防御，造成伤害为0。不好！这几只居然在遭受攻击时知道不死了。这就张开嘴，我手里的追命也不够杀死4只。难道我竟然要死在这了？啊！这火苗怎么扩散了？什么情况？黑猿们怎么突然击杀土元素精英巨力黑猿4只，全死了？啊，对了，我刚才好像看见了火焰的伤害从10变成了2000点。收集烧焦土元素巨力黑猿尸体4只。2000不是10的200倍吗？难道说，这手套打出的普通火焰能继承我的200倍暴击伤害，而且还能让火焰扩散，造成群伤？要知道，普通火焰威力虽小，但只要怪物没有火抗，那伤害就能无视怪物防御的。每秒能烧2000点的话，那我简直相当于直接化身火法了。这装备简直是我的专属群伤神器啊！如果不用再担心打不穿怪物防御的情况，那我岂不是能……之后那一晚，魔王谷的巨力黑猿们见证了他们人生的至暗时刻。他们从没见过使用普通火焰就能把他们烤成牛蛙的人，也没见过一个只要看到什么东西带有血条就全部不放过的恶魔烧烤师傅。哈哈哈哈！方圆10里，宝物不留。太好了！一晚上杀了几10只巨力黑猿，终于升级了。目前所受的火焰伤害在群伤上也已经是2世级以内无敌了，而且还刷到了10个精英宝箱，加上一堆黑猿尸体，应该能卖很多钱。不过一个人在鬼星单刷，还真有些孤单。真怀念和柱子暖暖一起战斗的日子。也不知道现在他们怎么样。不过他俩有军方做靠山，混得怎么也应该比我要好吧。
也没了呀！是哪个混蛋杀光了国王谷的黑猿呐？来国王谷快一整天了，一只黑猿也没碰上，还让不让人混了呀？啊，好怀念凯带我们耍怪的效率啊！下等兵援助，苏暖暖，不许说这种丧气话。哦。当初你们之所以能刷怪，是因为在新手试炼区，而这里对新人来说可是高等级怪物区。要是江凯带你们来国王谷，指不定多惨。我特意腾出时间带你们过来历练，不是来听抱怨的。走吧，继续去找黑猿吧。是。但我还是想凯。我也是。说来也怪，来国王谷几天了，就只找到这几只普通黑猿。杀区区几只普通巨力黑猿，对于我们而言，真是轻而易举。哼，王伟少爷让我们来杀了张凯，简直大材小用，一人也就能单杀一只而已，不过如此。前几天我们可是看见了一个能单杀3只巨力黑猿的大神呢。就是，那场面真是牛呀！一个人单杀3只又如何？大概对于你们这种低等级的人而言，这已经是特别了不起的事了嘛。切，死鸭子嘴硬。算了，我问问你们，有没有人在国王谷看见过这个人？有巧了。这就是我们说的一人单挑3只巨力黑猿的大神，嘎嘎帅！喂，你们是瞎了吧？看清楚，这只是一个5级新人。是啊，别因为嫉妒我们就什么都胡说八道啊！哼，不信你们就去找这位大神啊！我们刚还撞见他要出国王谷呢。我还跟那位大神打了招呼呢。啊，你的意思是江凯就在这附近？快走，都在这破地方转了好几天了，也是时候给黄伟少爷一个交代了。是，终于能杀死那小子了。看起来他们是要去找那大神的茬。大神的气质一看就是低调的世外高人，这几个人这嚣张劲，在漫画里一般都是炮灰设定。就是。此时国王谷的出口处人满为患。倒霉死了！怎么这次来国王谷一只黑猿都碰不到啊？哎，据说是发生山火，全烧死了。等刷新了再进去吧。是啊，反正大家都得等，又不是被谁一人刷光了。此时，一人刷光黑猿的罪魁祸首正好路过。3天时间刷光黑猿，等级也提升到了10级，还拿下了19个金银宝箱，可以先回圣耀城卖钱了。喂，江凯，给我站住！藏头露尾躲了那么多天，你可让我们找得好辛苦啊！天哪，这不是皇家玄武工会的猎鹰舞队吗？这小子怎么惹到这种精英级的小队了？皇家玄武工会，你们是皇家派来找我的？明知故问，难道忘了自己在新手试炼中惹了谁吗？你这下等人，敢惹黄伟少爷，我们就是来要你命的！喂，新手试炼时是黄伟动手在先，我只是反击，确定要对我动手吗？我管你们谁对谁错！你知道杀了你，黄伟少爷会给我们多少钱吗？是吗？既然你们为了利益，就选择是非不分了，我也不必留手了。